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开了阵型更新的专题圆桌会议，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一次他们策划讲了什么东西，还有我个人的看法，其他的玩家的想法。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这几个策划真的是不太行啊，有很多问题他们都答非所问，然后一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要洗脑，跟我说这个更新的东西是很好的。这一次开会的玩家大多数都是一些主播、大氪佬或者是一些玩游戏很久的玩家，全部都是反对这一次的更新。简单的来说就是策划他们找我们出来开会说，大多数的玩家他们只是用2个阵型而已，其他的阵型全部都不用，让人感觉玩家并没有开发其他阵型的玩法，所以他们想要开发新的军器，让玩家有更多的选择性。不过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一次开会比较多的是大佬或者是玩了很久的玩家，那我可以为一些平民玩家说出自己的看法，还有最后我会以官方的角度去推测为什么官方他们会想要推出这些东西。今天开会的主要核心就是太多玩家他们只是用拱形阵或者是血形阵，不过我坦白说玩家都是用血形阵居多，就算现在已经推出的流策，大多数玩家都是用血形阵不是拱形阵，变成军器养成单一，专属铭文很难获得，通用铭文没有特色，无法体现不同风格阵型和统帅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打算推出2个新的阵型。目前他们已经有透露的其中一个阵型就是龟甲阵，拥有护盾时伤害降低，治疗效果提升。那大多数有护盾的统帅呢都是驻防统帅，或者是像亚历山大这样子的统帅是可以开启护盾的，当然也是会有自己的专属铭文。那目前可以看到的其中一个就是部队获得护盾和治疗效果增幅，不过还有一个阵型是没有提到的。除了打算推出新的阵型之外，还有推出新的铭文，但是这个新的铭文不是普通铭文，也不是专属铭文，是金砖铭文。金砖铭文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在专属铭文之下，在普通铭文之上，就是卡在中间值。策划说普通铭文没有特色，专属铭文要获得的条件会比较难一点，所以他们出了一个专精铭文，会比较容易获得，概率会比较高。那如果是有双铭文的情况下，只会获得专精加普通铭文，或者是专属铭文加普通铭文，并不会专属铭文加专精铭文，只会出现2种形式的双铭文，也会增加更多的管道去获得更多的军器。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游历跟委托之外，还会增加活动礼包，或者更新之后获得自选的随机军器宝箱，也会推出一些限时活动，根据玩家累积的军器获取数量，可以获得专精的铭文军器等。后续的规划会观察统帅或者是战斗的时候会不会缺乏某一些阵型，然后周期性的为他们扩展新的阵型，做好更新预告与养成的体验优化，提高游戏乐趣，不制造过多的养成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次他们圆桌会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之后的更新想法。接下来是玩家开会的反应，有玩家觉得推出的时间会太快了，因为最近我们才更新装备的东西，要5次觉醒，现在就马上推出了一个军器，速度太快太过频繁，玩家会受不了。不过策划有说到他推出这个东西呢，并不会强制玩家去替换现在目前拥有的军器，并且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次的更新其实是已经有细分化了，某一些特定的统帅才需要用到这些军器，不排除是为了新玩家去考虑，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老玩家都已经搞好楔形阵了，就是说新玩家的数值永远追不上老玩家，老玩家都已经提升到20% 以上，但如果细分的话，也就变成老玩家他们也是要从零开始去做龟甲阵，新玩家也是一样从零开始，大家可以平起平坐。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的玩家来说，比方说驻防玩家，他们已经搞好空心阵了，但是出了这个新的龟甲阵，对于现在使用芝诺比亚或者是波罗头的玩家来说，龟甲阵会比较合适，所以有半强制性去要他们替换掉新的阵型。虽然空心阵还可以用，但是龟甲阵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不免会让一些玩家觉得官方是在强制他们替换阵型。还有如果细分的话，是不是之后的统帅推出越来越多新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去抽新的军器呢？打个比方，重击伤害的案例，那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做血形阵，当刘彻跟戈尔戈出现的时候，要转去拱形阵了。假设之后就出一些辅助统帅需要用到斜线阵，需要跑速提升又要用到3E阵，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对于不同的玩家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大佬来说，我已经搞好拱形阵，我已经搞好楔形阵了，那是时候转去其他的阵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对于平民无氪玩家来说，肯定一个阵型使用是最好的，不需要去替换其他的阵型。要做一套完整的阵型是真的很难，要20%的提升以上。就像现在的案例，就算是刘彻推出了，他们也并没有改过去拱形阵，依然还是用楔形阵。虽然目前策划的说法是不会强制玩家替换去别的阵型，目前的阵型也是一样可以使用。
但是谁知道呢，之后完整了整个体系全部统帅都有护盾或是治疗效果，那替换去别的阵型会不会更好呢？甚至像拱形阵跟楔形阵那样，两个是不同的东西。那对于策划来说，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它可能是为了一些新玩家作为考虑，所以他们认为更新增加新的阵型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想不出有什么解决方案。对于不同的玩家来讲，他们要求的东西也不一样。至于专精，我相信我的想法跟大多数的玩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专精我要来干嘛？我要提升，我当然是提升到最好，就是拿专属铭文。那如果我是已经拥有专属铭文的玩家，我也不会去追求专精的铭文，所以我觉得推出专精是没有什么必要性啦。除非说官方把现在所有的普通铭文全部转换成专精，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我认为推出专精铭文主要是让一些平民玩家有一个安慰剂的效果吧。虽然我抽不到专属铭文，但是专精铭文暂时还可以替代一下。不过我讲真的，真的是要追求到最极致的话，还是一样会拿专属铭文的。我认为可以推出专精，但是大多数的玩家肯定会觉得追求更好的，并不会说卡在中间哪一个专精就算了。至于专属铭文很难获得的问题呢，其实 KVK 商店他们原本有打算要替换掉那个铭文的，因为我们现在拿的那个铭文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又考虑到其他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新的王国加入征服赛季的时候，他们又没有办法获得这个部位的专属铭文，或者长期输 KVK 的王国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专属铭文，所以他们要替换这个部位是真的比较难。开会的时候其实有不少大佬提到他们想要保底机制，比方说你买了2000个箱子可以开到一个专属铭文，或者回收大量的军器也是一样可以有一个保底。我所谓的回收军器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商店那样子你可以去买其他的东西，有分什么鎏金币之类的，而是回收到特定数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保底。但是保底的问题策划那边并没有去回答，感觉他也是不打算要出保底。还有专精的军器并不能在旧的军器宝箱里面开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目前是已经买了一大堆的军器宝箱是开不到的，只有更新之后推出的新的军器盒子才可以开到。那说到保底，我相信有一些平民玩家可能会不能接受，但是我如果是大佬的角度去想的话，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开出来全部是垃圾，你给我保底至少有个安慰吧。像这个专精的铭文也是一样啊，我都已经买了这么多箱子，然后你现在推出新的东西才跟我讲新的军器盒子才可以开到，我旧的那些全部都开不到。其实大佬们也是不容易，他们也是会心里不平衡了。还有大佬觉得他们不应该限制10次洗练的次数，因为要获得专属铭文已经不容易了，还要洗到3个词条是自己满意的，这里开销并不少。而且开军器宝箱的时候已经是过滤了有很多垃圾的军器，才好不容易拿到你现在洗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有包括一些什么打野蛮人、采集之类的，让当时候开会的大佬很不爽。就算官方他们真的并不想要把10次限制移除掉，但至少把那些垃圾移除掉。采集野蛮人我留着来干嘛？我洗练并不是要这个东西。不过策划的答复是他们不希望大佬把那些军器洗到数值更高。不过我以官方的角度去想啦，哇啥的，我这样子给你洗的话，这样我不是那些军器给你开到专属铭文，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这样你还会有动力去买礼包咩？没有这么简单。当然是要让你洗烂掉，然后重新去买新的礼包啊！你当我傻的吗？不过策划后面有补充到，他们可能会开一个新的圆桌会议，提到洗练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对于我来说，就算官方推出了这个新的东西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玩家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反正我继续用楔形阵就是用楔形阵啊，他推出这个东西又不会吸引到我过去弄新的。我认为官方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有意识到，那些不氪金在军器的玩家都是不会氪金，不管出现什么东西都是不氪的。但是以一个平民玩家来说，你推出新的东西会让我有一种感觉，你要我强制去玩新的东西。可能有些平民玩家还没有脑袋转过来，会认为说，哦，这个新的东西会花更多钱拉开玩家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急着推出新的阵型，你可以慢慢推广现在目前拥有的阵型，比方说斜线阵啊、3翼阵啊。像现在推广拱形阵，其实有玩家慢慢开始接受，慢慢转过去拱形阵。所以我觉得出龟甲阵出新的军器不是不可以，但是它的速度要慢，而且也回归了这一次开会的主题，其他的阵型没有人使用，那你就想办法让其他玩家去使用现在拥有的阵型啊，你推出一些新的统帅可以适配目前拥有的阵型就好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想法可能是觉得，有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已经搞了斜线阵，已经搞好拱形阵、3翼阵，我出新的阵型他们才会重新氪金过，或许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才打算推出新的东西，完全没有人拥有的东西才会有氪金的动力。但是我坦白说，这些东西都是玩家花了1年的时间慢慢去适应才慢慢做起来的，甚至我敢说到现在已经1年过去了，军器出现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玩家都还没有正式的做好一套完整的军器。
所以我的想法跟刚刚是一样的，他们其实不需要这么急着去弄军器，至少今天的会议这么多的大佬，他们自己都说承受不了了，何况是我们这些平民玩家。所以速度放缓是真的很重要，给玩家喘息的机会，不是不让你推出，要慢慢来，至少先让玩家做好现在应该要做的东西。像装备5觉醒今天也是公布了材料需要用到多少，用到多少的图纸。那图纸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每一次觉醒都需要用到1张，除了第1阶段，第2到第5阶段都需要用到。但是材料方面讲真的我是可以接受的，这里用的材料跟我们精炼差不多吧，所以我觉得各位玩家可以跳过精炼，直接拿去觉醒会比较好，至少觉醒的数值是稳定的，它并不会像精炼这样有概率。至于征服装备需要图纸的问题呢，也是有跟策划反馈过，因为我们每次打 KVK 只能获得同样的部位1张图纸而已，还要提升征服币的数量，那策划那边并没有回答这么多，这个或许要等之后更新公告吧，但至少现在这个装备5觉醒我是可以接受的。总结来说，这一次他们开会之后，我觉得官方其实一开始设计军器就是一个失败品，变成现在的情况，满足不了上面的玩家，也满足不了下面的玩家。上面的玩家丢了这么多钱下去，依然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下面的玩家花了1整年的时间，也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变成军器很尴尬，还不如装备。以上就是这一次圆桌会议讨论的内容。那这一次的影片我是真的以3方面去考虑了，不管是大佬、平民还是官方，我都为你们考虑了。当然各位观众有什么想法也是可以在评论区补充的，最好不要吵架，今天的话题其实蛮容易吵架的，理性的讨论到底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个影片再见。